Canadians face the longest delays,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. More like 6 weeks, because we're familiar with Canadian healthcare. We thought that was quite a long time to have to wait for cancer.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Judy has lost a daughter after having to wait too long for surgery. 常在加拿大就医的患者可能会对 patient 这个词有新的理解。2016年，在经合组织 OECD 对各国病人就诊等候时间长短的一篇调研中，参考了这3个指标。其中，加拿大包揽了2个冠军，不断挑战着国民耐心。而在遇到不可预测的公共事件时，这种挑战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医疗支出的位置并没有那么令人尴尬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患者总是要等这么久？除了增加医疗支出，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？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tting $6 billion forward as a down payment on helping the provinces reach targets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can have access to family doctors. 加拿大医疗系统主要分为3级，分别对应不同的职能。其中，初级医疗由家庭医生这样全科医生主导，可以应对80%的患者，并为需要次级和3级医疗的患者做引导。比如，对于怀孕不久的女性，家庭医生会进行初步检查，然后帮助联系安排妇产科医生进行之后的跟进。在2014年至2018年间，加拿大医生的数量增加了 12.5%， 几乎3倍于人口的增幅，密度略高于美国。这其中过半就是负责初级医疗的家庭医生。但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人力资源，良好的分配比一味的堆砌更重要。根据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 CIHI 的数据，愿意长期待在乡镇的医生不到 8%， 极其匮乏的医疗资源令当地患者苦不堪言，甚至一些针对中风的康复训练4年才能约上一次，作用微乎其微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直到2019年，加拿大依然有460万人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。而反观负责次级医疗的专科医生这边，又却常常抱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。比如肿瘤科和放射科，失业率甚至高过 50%。而当家庭医生向专科医生转移病人时，除去误诊、材料丢失、转移到错误的专科之类的情况，也完全看不到专科医生当下处理新患者的能力，于是常常出现一人多头的情况，难免影响到别的患者。所以与其笼统地说患者的等待是因为加拿大医疗资源匮乏，不如说是医疗系统供需失衡的体现。当然，医生的收入方式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首先，加拿大各省的医疗支出是由当地税收以及联邦专款组成，开销上也通常是最大的一部分。这个资金会由省卫生厅按需下发给各个组织，医生、医院都是其中的大类。以家庭医生为例，当具体结算薪资时，会用到这个叫做 fee for service 的模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医生收入多少会与患者的数量以及服务类型挂钩。在这个体系中，医生本人会对自己的诊所自负盈亏，自然也会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收治更多的病人，以至于有时病人在对多个症状问诊时，医生只愿意提供一个相应的诊断，其他诉求会被忽略，直至重新预约，即所谓的 one issue per visit 政策。但在实际执行时，78%的患者都会提出不止一种症状供医生参考。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，患者带着多种症状就诊也许会成为常态。昂贵的高龄医疗开销的背后，很难说没有这种政策的推波助澜。而这种政策所造成的间接影响，比如冗长的等候时间以及延误病情所酿成的悲剧，促成了今天加拿大医疗系统诟病的导火索。In BC,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's own data, 85,000 people booked into the hospital but on a wait list. That's not a good system. 这是来自毕森省的 Dr. Brian Day， 曾任加拿大医协 CMA 主席。他因为主张将私营医疗应作为患者的一个选项而饱受争议。I think it's axiomatic that there is no monopoly that you or I can think of that serves consumers well. Dr. Day 的想法并不难理解。公司平行的运作方式，除了会创造一定程度的竞争，提高医疗质量，更是让与时间赛跑的病人多了一个快捷就医的途径。但目前给出的研究结果中都无法证明这种因果性，反而指出私营医疗越多，可能会因为医疗资源的转移而让公立医疗等候时间变得更长。
但无论哪种结果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医疗消费一定会像美国那样变得更高，将医疗演变成一部分人眼中的奢侈品。那么当你需要救治时，你是希望医生履行天职，将你视如己出当作患者，还是秉行服务至上，将你看作客户呢？